泰拳王子波球究竟有多强？进攻防御无死角，可以说是称霸世界。一棵粗壮的香蕉树一脚踢断非常容易，可以说他就是吃泰拳这碗饭的奇才。在中国的比赛，他也是赢多输少，罕逢敌手，连续击败了10几名中国猛将，凶猛无匹，顾辉、武僧耶龙等中国顶尖的搏击人物，全都成为了他的垫脚石。解放军拳王周志鹏和波球血战3个回合，波球被打得满脸是血，可还是赢得了最终的比赛。而波球的大弟子苏波邦那也是凶猛的可怕，一脚将中国选手踢到猝死，虽然经过抢救活了下来，却无奈告别拳坛。为了给中国拳坛一个交代，邱建良还是决定向波球发起挑战。刚才有人喊出了我的愿望，现在我想跨级别跟波球来一场挑战赛。可是哪成想啊，拳王波球竟然狮子大开口，索要4000万的出场费，为的就是为难邱建良。见波球没有应战，泰国格斗界索性叫来另一位悍将迎战邱建良，他就是纳荣邦辰。纳荣邦辰也是一个难缠的对手，生涯战绩135战126胜，无比可怕。进攻上也是与波球那是不相上下，赛前更是放出了狠话，2回合之内让邱建良从此告别拳坛。那么这场比赛究竟结果如何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第一回合马上开始。好的，第一回合比赛正式开始。邱建良面对纳荣邦辰，纳荣邦辰也是一个比较难缠的选手啊，而且可以看到面对我们的邱建良的时候，表现的也是比较稳健，一点也不慌。好的，连续的近身，看一下纳荣邦辰究竟想怎么样。做的非常的老道啊，对，移动并不多，恰好躲开你的拳。拳击是以动作小而著称的，这个细节，这个格斗术是。那所以说，对于2位选手来说呢，其实场上都需要适应。那么其实波球呢不敢来，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觉得啊邱建良可能会战胜自己，像波球其实已经退役很久了嘛。所以说为了自己最后的这些颜面啊，索要一个天价出场费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。其实对于邱建良来说，他首先最需要适应的是规则，这个可能是他最大的一个需要适应的问题。我觉得这场比赛作为4回合，对于邱建良来说还是比较有优势的一点。一旦拖到这个8回合之后，这个一漂亮，大荣有点站不住了，是有点懵。邱建良有机会，而且其实刚才我们也说了，邱建良本身他是这个脚下的步伐和进攻线路非常灵活诡异的2个人赌了一下重击。对，说打拳击的话呢也有优势。那么纳荣邦辰也并不是一个经常在国外打比赛的人啊，所以说这一次来中国好像是他打的第3场比赛。他本身是一个比较擅长于打重拳的选手，波球是灵活跟重拳是相结合啊，但是纳荣邦辰是主攻重拳。所以说您可以看到他出拳是比较少的，但是每一拳都打得很重。现在占优，漂亮，漂亮。在赛前呢，邱建良说自己会担心，2个人如果对攻特别激烈的情况下，可能会出腿。对，我刚才也在想说，现在我其实最担心的，我都替邱建良捏着一把汗，就害怕这个，就有时候这个本能啊，这个训练习惯、应激反应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，害怕他出现违规动作。对，所以说我说对于邱建良来说，其他的我们都可以先放一边，最重要的是这个。好的，距离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还有13秒钟左右。邱建良还是在试探纳荣邦辰啊，因为毕竟不太了解对手的这个进攻习惯，还是得了解一下的。我觉得我们邱建良应该是会在第2场比赛开始发力。好的，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，让我们来看一下第2回合。今天我们看这个邱建良和赵教练都分别选择了全新的金色战靴啊，这个看看是不是能够给他们带来这个好的这个照顾。对，纳荣邦辰开始转变节奏了。开始打邱建良的腹部了，想要把邱建良的重心压下来。对，漂亮，前后手。
纳荣邦辰脚步有点追不上邱建良，所以打他身体，把他定住，然后再去输出。纳荣邦辰非常有经验啊，对，这是他的一个很聪明的选择和打法。邱建良做的这个快拳还是很不错的，前手漂亮。OK， 连续的平勾拳。漂亮。纳荣邦辰的反应其实有一些慢了啊，可能也是因为纳荣邦辰这个岁数也是到了，稍微是有一点岁数大了。选手的这种风格，对重击更在意。而且其实对于这场比赛来说呢，邱建良在赛前也是做了很多的大量的工作。对，尤其是其实刚才我们就是一直在提到的，就是关于他的这个习惯的这个训练。在平时训练当中呢，已经好的，再次游走。邱建良的灵活度那是不用想的啊，风驰电掣。可能说跟这个死神方便来说的话，相比之下可能是有一些差距啊。但是邱建良绝对不是那种慢动作型的选手。漂亮，继续的平勾攻击。平勾，漂亮，又2次。纳荣邦辰后退了，站不住了，有一些晃。哇，邱建良这次的拳击赛给我们带来了挺多的这个精彩的部分。对，哎，相对于纳荣邦辰的沉稳，邱建良的这个突发的能力非常的好。这个还是要有赖于邱建良漂亮实的这个功底，连续的重拳反击，这个后手打的真是太快了，感觉纳荣邦辰都稍微有一点懵了。邱建良呢是经常去泰国打比赛，包括泰国的一些拳馆啊，邱建良也经常会去训练。但是纳荣邦辰这位老将还是很不错，虽然有2次被打的有一些摇晃，但是很快就找到了状态，并且把状态前压。是，虽然说这个好汉不提当年勇，但是纳荣邦辰在巅峰时期，在整个亚洲啊都是这个低迷群雄的。好，上空给打断了一拳，是。OK， 第2回合比赛正式结束，让我们来看一下第3回合。好，现在呢，我进入到了第3回合，这也是常规4回合比赛里边最重要的发力局了。是，2、3回合是最重要的发力局。当然，如果你的体能足够好，你可以连续发4个回合的力。好，两个人还是非常友好的。是，在场上我们看纳荣邦辰确实整个的状态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松弛，是很可怕。对这个呢，还是一个老将啊。那么其实，哎呦，纳荣邦辰打美了，这是因为丰富的比赛经验，也是比较尊重我们的这个邱建良啊。这场比赛打的真是非常不错。好，让我们来看一下。但是纳荣邦辰虽然说可能在拳上啊，我感觉是不如我们的邱建良的，但是我觉得纳荣邦辰的心态是非常不错的。机会啊，他非常放了5秒了，感觉还没有缓过来，对，没有缓过来，对，强行的在调整，好一些，打活上勾，哇，漂亮，又一次读秒。因为是职业拳击规则的话是没有这个累计回合几次的，是一直到拳手或者裁判认为无法比赛，是还要等。好，邱建良应该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继续。好的，第3回合1分多钟，纳荣邦辰被邱建良的连续进攻直接打懵，输掉了这一场比赛。而且这是邱建良的首次跨界挑战啊。跨体重，让我们恭喜邱建良。那么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，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哎呦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这是死神方便也来了。